眼前这座拥有绿色洋葱顶的建筑，便是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。这座教堂本是沙俄军团留下的随军教堂，早先是木结构的房屋，之后重建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座砖房。在1932年重建后的圣索菲亚教堂正式竣工，并被一路保留到了今天。如今回头算去，它已经有了92年的历史。因为此类建筑较为稀有珍贵，所以它被评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们哈尔滨之旅的重要一站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索菲亚大教堂啊，一会儿咱们来好好的看一看这。我是2024年夏天去的哈尔滨，当然也去了索菲亚大教堂。当时广场上的人非常多，有不少人在现场拍婚纱照，也有很多游客在拍公主照。听说现在整顿商拍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减少一些。在参观之前，我们可以先看看导览图，然后我发现教堂本体就是唯一的看点，入口则在它的右侧。现在我们走进大门，来到议厅之后，就看到了哈尔滨的城市记忆展。这边的展品大都是和哈尔滨相关的画作，如果在这个位置抬头看，隐约还能看到一些图案，但颜色却已经褪尽了。议厅的高处还悬挂着一个造型复杂的大吊灯，周边的墙壁上还有用水泥修缮的痕迹。现在我们走进中间的正厅，这个屋子里的祭坛已经不再是宗教场所，而是变成了音乐演奏厅。而舞台后方正中央的画作则是名作《最后的晚餐》，原作者为意大利画家达芬奇。画面中央的耶稣表情安详，两侧的12门徒则神态各异，而祭坛周围的画像则分别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这4个人。这便是圣经新约4福音书的作者。所谓的4福音书指的就是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，内容介绍的则是耶稣的生平事迹。这个屋子的吊灯造型比上一个屋子还要华丽复杂，它所采用的造型很像是欧洲的烛台，但并没有真的用火烛，而是改用电灯了。除此之外，教堂之内还有一座小的教堂模型，而在这个展品附近还有一块修复捐赠纪念碑，捐款10万元以上的企业和捐款1000元以上的个人都位列榜单之上。另一块碑则是圣索菲亚教堂的修缮碑。现在我们穿过这个炫洞，来到最后一个议厅，这边就是通往出口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先从教堂的出口走出来，现在是时候综合内部和外部的观感来观看这座教堂的全部细节了。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材料主要用的是3种，分别是白色花岗岩基座、清水红砖以及绿色铁皮，此外还有少许的其他材料。它的洋葱形屋顶就是用绿色铁皮做出来的。这个造型并非是对拜占庭式教堂的盲目继承，而是更多的采用了俄罗斯的风格。因为俄罗斯较为寒冷，所以他们将圆顶向上拉长拉尖，这可以减少上面的积雪，这样教堂的屋顶就不容易被大雪压塌了。如果站在内部抬头看，就会看到洋葱形屋顶之内是圆形的穹顶，隐约还有星辰存在，这就有了一种无限接近天国的观感。屋顶上面的装饰则是教堂中常见的十字架，这是广义基督教中的常见装饰构件，象征着牺牲、爱与希望。教堂正面的高处有3个空白区域，这边本该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位置，三者均是上帝的不同位格，这就是3位一体理念的具象化。但现在这些都被去掉了，可能是为了削减教堂的宗教属性，同时强化它的景区属性。下方的窗户是头顶半圆的窗户，这个叫做拱窗，上面的纹路是中西通用的火焰纹，合并到一起就是火焰型拱窗。如果从内部看这些拱窗，就看不到火焰纹了。这种拱形如果用到门上，那就是拱门了。圣索菲亚大教堂侧面的出入口就是拱门，而目前关闭的正门上面有2个小半圆，这个叫做双拱门。其上方的装饰，靠外侧的是锯齿形长条装饰，靠内的则是圆弧形长条装饰。当这些元素被组合到一起之后，就增加了门的纵深感。另外这几道门的附近也有大量十字架形状的装饰，将十字架与门融合到一起，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圣经新约中的这一段：看啊，我站在门外敲门，如果谁能够听见，而且把门打开了，我就要走到他那里去，和他坐在一起。教堂前侧的尖顶建筑是教堂的钟楼，但白天不太能看清楚，到了夜晚之后就能隐约辨认出这里边有多个大钟，需要敲钟人手脚并用才能把它敲响。
教堂底部的外窗用的是铁艺装饰，花纹则是卷曲的植物纹，以植物造型的构件进行装饰，也是全世界所共有的一种装饰方法。而夹杂在中间的砖石柱子上仍然是带有十字架装饰的。同理，我们在教堂内部的拱门顶部也能发现大量的植物纹彩绘，而在这个区域也照样能看到大量的十字架彩绘装饰。现在你发现没有，圣索菲亚教堂的任意一处装饰都是带有十字架造型的，这其实就是建造教堂的一种理念。之所以要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和十字架绑定到一起，就是为了给他们赋予宗教上的含义。这种一切都趋向于上帝的理念，便是万千信众的精神支柱来源。在90多年前，这边既是沙俄侵略军的精神补给站，也是侵略者的肉体疗养院，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证。现如今，它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热门景区，每天都有大批的游客会来此拍照打卡。看来把这大教堂保留下来确实是合理的，这既可以为哈尔滨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游客，又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来了解过往的历史。相信这样的旅途一定能为游客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回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